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是来分享一下孙武 P 的报告。那这边我测试呢，只有搭配4位统帅而已啊，其中就包括白起、刘彻、华莱士，还有赫克托尔。其他的统帅我是没有搭配的，没有搭配哥哥，主要原因是他速度太慢了，不太适合，所以我就没有搭配哥哥。首先我是用孙武搭配华莱士，这边你们可以比较一下其他的队伍，孙武、华莱士打出来报告是怎么样的。然后基本上就是7个部队为一批。然后下一边剩下的第8、第9个部队呢是另外一批的，所以你们看报告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边时间是什么时候打的，什么时候结束的。那这里看下来，其实我的孙武 P 搭配华莱士表现并不是这么好，但其他人不知道啦。有些人讲其实他用华莱士搭配孙武是 OK 的，我个人用下来他的战报一般般而已。这个一开始我是用拱形啦，后面我换了用偃月阵，其实表现也是差不多而已。再来第2批的报告，你们这里也可以拿来做比较看一下。不过我要说实话啦，就是我用孙武 P 的时候，他的报告呢其实仅次于秦始皇而已，通常啦。不过有时候骑兵也是会翻超的。再来这边第3批的报告也是一样，用孙武 P 搭配华莱士，那他赚的那个战损呢就没有到很夸张啦。接下来这个是另外一批的报告，也是一样用孙武 P 搭配华莱士，报告多数情况下都是1:1啊，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打的敌人是93的关系93比较难打。那后来我就换了用孙武 P 搭配刘彻。那出乎我意料的就是孙武 P 搭配刘彻效果不错，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战损比较起其他统帅，所以我个人用下来，如果你只有刘彻的话，你其实可以去培养孙武 P， 然后搭配刘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自己测试下来，所有我要搭配的统帅呢，其实用孙武 P 搭配白起是最好的。那这边你们可以看到秦始皇他是被围殴的情况下，他报告还是有赚的，也可以比较一下其他的统帅。那像那个江汉战出来的表现也是有赚的。那到了正德、威廉的时候小亏一点点，到了白起有赚，然后到了孙武的时候也是1:1，所以他表现其实还可以。再来另外一份报告呢，因为亚瑟死的比较早，所以他报告没有这么好看。这边你就要比较起这里的报告了，看一下其他统帅。但有些统帅打的时间比较短啦。严格来讲，孙武 P 表现还 OK 啦，就是以之前的步兵的队伍的搭配来讲呢，是有提升的，但是没有至于到像秦始皇这样子，是直接跨了一个等级。再来这边呢，我就开始用孙武 P 搭配白起了。那一开始报告不是很好啦，因为我被敌人打。你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队伍搭配啊，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同一个时间点也是亏的。因为被敌人追着打嘛，所以我这边的报告是很真实的，不会说只是给你们看好的报告，坏的报告也是会给你们看的。然后秦始皇的报告还是一样，也是有赚的，他建议软是别给人家围殴，也不会亏太多啦。那这个是另外一批的报告，这边报告就比较好一点，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孙武搭配白起的时候，报告就差不多赚了多一点点啊，差不多多了1倍。然后秦始皇的话还是断层的存在，是超越他很多的。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说这个孙武 P 跟秦始皇能够媲美，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太超过了，还不至于啦。我认为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有统帅可以超过秦始皇啊，以目前来讲啦。然后另外一批的报告你们可以看到，他跟秦始皇做比较还是有一个差距的，但是如果他跟其他的队伍搭配的话，其实孙武 P 这个队伍还算是比较优秀一点的。有些报告就打得比较长，有些打得比较短了，那没有办法，因为敌人他们一直跑来跑去啊，我们要去追。这个就是秦始皇的报告还是很赚的。正德、威廉、江汉战的也是不错，然后刘彻、华莱士、诸葛亮，到了孙武 P， 你们可以看到他那个队伍是直接慢慢打到没有兵了，但是他的报告依旧还是不错的。所以给我推荐的话，我会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只有白起，那你就直接去培养孙武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有白起跟刘彻的话，
就要看你现在想不想要提升你自己的步兵搭配，并且是看你是使用多少个步兵的搭配。假设说你是用2个步兵队伍的话，你是肯定是需要去培养孙武了。那这边就是我给大家看的，我前面有试过孙武搭配华莱士嘛，那我不相信，我就再测试多一次，所以这个是下一趟我又在用孙武搭配华莱士，看那个效果会不会比较好。结果还是跟我一开始测试的那个情况差不多，它要么就是1比1，不然就是赚一点点而已。你们可以比较起其他的队伍，也是一样的时间，其他的队伍都赚的比那个孙武华莱士还要更多，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操作的关系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那个统帅的关系所以不一定的，因为那个是实战报告嘛，你很难去预测他那报告出来的结果变成怎样。这个也是孙武华莱士，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断层的存在，还是相差太远了。接下来这里才是另外一批，然后我就试试看用孙武搭配赫克托尔，其实表现也算是不错的，就是有点出乎我意料因为就想着说，如果我没有其他的统帅，我只有赫克托尔的话，能不能搭配孙武批，其实是可行的，你们可以参考看看。这个是下一批，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用了远程部队所以这边只有6份报告可以给大家做比较而已，远程的报告不可以做参考了，因为远程报告赚太多了。这个是另外一批的报告，其他统帅都是亏的，这边就小亏，没有相差太远。因为这边都是被敌人追着来打，再来这边就是可以看到连秦始皇都是亏的情况下，其他的统帅出来的表现，反而这边孙武批搭配赫克托尔是赚了这个诸葛亮也是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速度慢的关系吧，还是怎样，没有冲进人群里面，没有死到，所以他这个报告才比较赚一点。再来这个是 23.39 分的，你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时候反而孙武批他的报告就比起这个秦始皇还要更多了，因为他最后是被打死的，然后这边也是被打死，但是他没有像这个秦始皇这样子直接断层跌下去死掉了。然后这个是其他的报告做比较，这里依旧还是赫克托尔，然后比较起诸葛亮。当然还有刚刚所打的报告，这个我们也可以稍微拉前去稍微看一下，这个是孙武批的报告，但是打的时间比较短一点这边我们看比较长的，这边的报告就长一点点，可以比较起其他的统帅，就连诸葛亮这边也是1比1的，但是这边孙武搭配赫克托尔居然还是有稍微赚那么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离谱再来另外一批的报告，这里就白起赚比较多了，因为我把那个队伍调整回去了，可以稍微参考。所以总结来说，孙武批还不至于到跟秦始皇媲美啦，然后他那个搭配我优先推荐就是用孙武批搭配白起，然后才用孙武批搭配刘彻或者是赫克托尔，最后才选择华莱士啦。如果你手头上有华莱士的话，那就很可惜了，你不能拿那个来搭配。当然你要搭配也可以但是那个战损比可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的意思啦。OK，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如果你的步兵搭配只有一个队伍的话，你就用孙武搭配白起，这个组合确实是 OK 的，比较强一点。那假设说你是有2队步兵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他们给分开嘛，你就可以用白起搭配刘彻，或者是用孙武批搭配华莱士，但他这个报告不一定会好看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如果你是有赫克托尔的话，你就用孙武搭配赫克托尔会更好一点。当然现在赫克托尔有些是拿来搭配骑兵，有些是拿来搭配工兵，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你才考虑说要不要搭配华莱士，因为也不是每个玩家都有华莱士嘛。又或者是你可以用孙武搭配刘彻也可以，然后你用你的白旗拿来搭配华莱士，就变成2个步兵的部队了。所以它那个搭配其实还蛮多元化的，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用孙武搭配白旗，然后刘彻搭配华莱士这样子，有很多选择。然后我这边所用的装备呢，一直以来都是用这一
一套装备啦，可能会比较强一点啦。但是因为我们打先锋王国，你也不可能要求我用紫色的装备嘛。然后这个就是军器，再来就是天赋，这个是我所使用的东西啦。大致上是这么多，而且我很多统帅其实都是有专属的，不一定是只有这个孙武的队伍而已啊。你们可以稍微做一下比较。这些各位在看了报告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总结来说，如果你有2队步兵的话，你就去觉醒。那如果你只有1队步兵，但是你有足够的金头，你想要稍微提升一点的话，就去培养孙武。如果你有3队步兵，那你就肯定要去培养孙武。当然我这边还是要强调啦，这些报告全部都是实战报告，所以只能作为参考。当然如果你们要看什么单条报告的话，你们就需要去用模拟器，或者是看其他主播的报告测试结果。我的报告不代表一切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遗漏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